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最近加拿大迎来了一波酷暑，高温，气温竟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32度。就32度对于咱来说就还行，都能活，但对于他们来讲灭顶之灾。昨天我老公他们一家人，一个溺水，一个脑震荡。我本来还愁呢，我寻思我最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身边也没有啥段子，拍啥视频呢？结果我嫁的这家人就是素材往我脸上拍，不分享的白瞎。是这样的，就我的公公和婆婆最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亲人，整的他俩就非常想立遗嘱。你别看他家条件一般，就他家住这房子，这个房贷老两口子还到75岁。但是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经济纠纷和有没有钱没有关系。豪门恩怨多，股份豪宅和豪车；寒门不消停，二手裤衩高压锅嘛。那划分的那个细致啊，给我都整震惊了。你不知道的以为硅谷都他家的。洗衣机给我大姑子，烘干机给我小姑子，电视机和厨房用品给俺家。哎妈，我一看给俺家全中国产的，到时候真有点啥事儿，我俩还得飞到加拿大去领取留给我们的义乌产的擀面杖，义乌产的擀面杖。结果他俩去立遗嘱的那天，还没等出屋呢，出事儿了。我有2个小姑子，在这里我就区分他们为大姑子和小姑子。那天呢，是我的小姑子第一天到这个新的地方来工作，第一天刚上班，她单位就给我婆婆打电话说你女儿脑震荡进医院了。我小姑子这份新工作呢，她的 title 很好听，是一个什么什么福利院的执行督察，但实际上呢，就是看管一屋子这个智力缺陷人员。平时吧，这屋人也是就是挺静默的一屋人，可以控制得住。就最近可能是太热了，而且他们很多地方室内都没有风扇和空调，就燃起了他们内心的一股聒噪。然后这其中呢，就有一个病人是个拳击爱好者。我小姑进屋的时候呢，人家给介绍这是我们的新的工作人员，完这人就躲在了墙角后边，拿大拳击套等着呢。我可怜的小姑子刚进屋，还跟大家来了一个友好的开场白。大家被这该死的酷暑击中了吗？结果转角遇到爱了，正往屋走呢，一个大拳击手套，梆一个电炮，当场晕厥了，直接送医院了，脑震荡。当初他选这工作的时候还跟我说找这工作呀就是图个清静。然后啊，我都不白话你，当天下午同一天，我的大姑子溺水了。她这个溺水的原因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因为天热嘛。你知道那种儿童游泳池不？儿童游泳池充气儿的。我老公寻思天热，让我女儿玩水解暑，就把这个充气气儿放院里了。那个水充满啊，就到咱膝盖以上，都没有东北澡堂子水深。然后呢，我的大姑子也觉得太热了，也上这里来泡着降温去了。泡觉得挺爽，还拿了一瓶冰镇啤酒。结果喝完这啤酒呢，过度放松了，在里头睡着了，睡就出溜进去了。然后我女儿跑院里一看，喊她爸说：“爸，你看我姑自己在那憋气儿憋这么长时间，怎么不吐泡呢？”然后我老公跑院里把她妹妹给拎出来了。好在我老公会溺水人员的现场营救啊，就是为什么呢？是说到这儿也是很神奇，就他以前打过一份工，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工。就他以前在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训练的场馆穿过马甲当救生员，当了6个月，都做出腰托了，没下过水。给奥运游泳冠军当这个泳池救生员，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工作。这个工作摸鱼容易，摸人难呐。那现在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能了，他就把他妹妹捞出来救过来了。然后我就听我婆婆给我讲这一天之内发生了多少抓马的事儿啊！但说实话，我怎么就很难由衷的表达我的慰问和关怀呢？我的真实感受就是，他们咋活得这么费劲呢？就是那话咋说的呢？我真的栓 Q。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你俩这遗嘱最后立没立呀？那你家擀面杖我可正经挺惦记的，别到时候因为争这个打起来。”我婆婆说：“啊，那最后我们没立。我们后来想了，可能我们当时就想多了，死亡其实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我当时就想，看你怎么活吧，在你家忽远忽近这个事儿。”哎，你知道外国人在送礼这个事儿上跟咱有啥区别不？你能猜到我这个加拿大大胖媳妇儿第一次来我奶家送的伴手礼是啥不？卫生纸。熟悉我的粉丝可能还记得哈，我这个大胖媳妇儿在俺俩谈恋爱的初期，为了省钱，买花的时候挑的是火葬场门口的一个没有门脸的小花店，她没看懂，结果不明不白的送了我1个月的黄菊花嘛。花店的老板一直以为他在悼念亡妻呢，结果有一次我突然造访花店，给老板脸吓成了紫罗兰的颜色嘛。这个事儿的根本原因呢，首先那肯定是我老公这个人太抠了，不咋地。还有个原因就是外国人整体来讲对送礼这个事儿的观念过于务实。哎，我老公根本心里头他就不认这个送鲜花这个事儿，他觉得没有实际意义。咱们对于他们这个浪漫的构想啊，其实有的时候是被西方电影给迷糊了。哎呀，人鬼情未了，你跳我也跳，闻香识女人，阿甘不睡觉，这都是文艺作品产生的幻影。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过生日，我和我大胖媳妇去找他玩去。完正好当时有个男生追她，哎呀，在楼下就放烟花呀，哎呀，老浪漫了，噼里啪啦的。当时完我就跟我老公感叹吧，哎呀，真美，真浪漫哈。
因为下个月就是我生日，我不得做好这个铺垫和培养吗？我老公当时就说这得花多少钱？叮咣崩了巴拉点儿的。我说我估计得几千。我老公说的好几千块钱买股烟儿，这不叫浪漫。当时我寻思，那可能他下个月有他自己的想法呗，可能更有新意。完第2个月不就我生日吗？哎，我还记着那一整天呢，我翘首盼望一整天，就等着回家拆我的 surprise 嘛。结果回家的时候，大厅中间放一大纸壳盒子，我一拆开是个马勺。我当时那种失望哈，就是我是对人性的失望。完，我大胖媳妇老兴奋了，就非得逼着我当场颠勺，就说这个马勺，我天天做饭，这个马勺比上一个轻。哎，这礼物选的还打折，多好！这比好几千块钱买股烟强不强？这就是他的思路，就是送的礼物得讲实用，你得用。所以当初他第一次来我奶家之前，我说你先去超市买点就是烟酒类的传统礼品呗。人来的时候啥也没拿，人家理由老充分了，跟我说的，你爷不都快80了吗？怎么烟酒还这么猛呢？你还让我买双数的，你让我看看这老头啥样，不行我劝劝他，就这个钱咱换给他买双冰刀鞋，我领老头滑冰去。我说我爷都70多岁了，你给他买双冰刀鞋就一定比烟酒安全吗？我说还有一点你不懂，就是我们这个礼物啊，有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流通货币，就你送的这个礼物呢，不一定非要给你送的这个人用。我老公就不懂，就是那我给你爷的礼物他不用谁用呢？我说那我爷还想给我爸呢。我老公就更不懂了，那给你爸我为啥不直接给你爸买呢？那你早说给你爷就是给你爸呀，人家我不想给你爸买冰刀鞋，我要给你爸买止鼾呼吸器。你看你爸5岁的时候那呼噜打的，好醒了一整条街的狗，整个铁岭新区的犬界都顶废了。反正我老公第一次来真是空手来的，啥也没带，有点尴尬。但是呢，他确实会观察你缺啥，完根据你缺啥买。比如说我爷我奶他家那旧电饭锅那俩坏了，我老公要给他俩换，还怕他俩不换，所以他不是大胖子吗？啪嚓一下一屁股坐我奶家电饭锅里头，给电饭锅做约巴了。那我爷我奶换了，还带的啥呢？挺扎眼的，5大包卫生纸。就我老公认为我爷我奶太节俭了，不知道搁哪儿买的卫生纸，就属于工业用纸吧，就可以刮痧用。完后来把他家卫生纸纸抽就都给换了，换的柔软的。彩玲和大胖媳妇跟大伙推荐无染的这款纸巾，4D 空气立体印花。这个花吧，印上之后确实比没印花的更软，特别舒服，柔韧又亲肤。这纸抽呢是4层加厚的，加倍吸水还不爱破，也不掉絮。材质是竹纤维的，可以抗菌抑菌，本色不漂白，无添加无荧光，还环保还安全，所以孕妇小孩都不用担心。就是到现在哈，我和我老公在送礼这个问题上文化差异也是很大的。但这也无所谓，不是说啥事非得就谁对谁错。他非得送这个卫生纸和纸抽呢，就看起来的确是很奇特很迥异，但是他背后这个思路我是认可的，就是生活的舒适感得是靠细节提高。